进攻委内瑞拉以及伊朗的时候，已经展现它巨大的军事实力，也展现出它跟中国、俄罗斯的技术代差。中国跟俄罗斯的防空武器在美军之前根本英雄不用武之地，根本就像破铜烂一样。但即使这样子，美国有停止吗？没有。他有什么表示满足吗？也没有。川普现在最新的国防报告，也就是他最新的军备报告里面，他下一个年度的军费增加要44%，从1兆的美金现在要增加到1.5兆，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川普一下增加这么多的军费，我跟你讲，他不是在扩编，他不是在扩增，他根本就把美军做一个结构的改变。也就是说，你现在在委内瑞拉以及伊朗看到的技术代差，现在美军还要把它给拉大范围，而且他在预算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现在要把预算拉到1.5兆，是要给他的敌人一个清楚的讯息。现在川普的敌人是谁？而这个清楚的讯息又是什么呢？”好，我们今天请到5来宾，对方首一的财经专家黄世聪，你好，大家好。好，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姚伟珍，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张宇轩，好。好，第四位是战略专家林明辉，大家好。好，第5位是永诚国际投顾的总监陈维良，大家好。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我今天看到数字吓一跳，在委内瑞拉跟伊朗的战争里面，美军已经如入无人之地了。美国的太空军已经跟网络部队，在整个守卫部队都看不到的时候，我全部的东西都已经被你瘫痪了。美军具有这么大的技术代差，美军有这么大强的军事实力，他居然在下一个年度，他的军费竟然一口气增加44%，而且更可怕的是，我觉得这句话更可怕，在整个预算书里面的文件里面，他说我要向敌人传达清楚的讯息。没错，我们看到美军在这一次的委内瑞拉还有这个伊朗战争里面来说，事实上是如入无人之地。对啊，绝对的这个碾压。但是现在未来呢，川普不满足于此，这还不够。对，他已经决定了，在明年的2027年的预算里面来说，他把这个总督的这个国防预算拉高到1.5兆，年增40%。他要怎样？他要在我还没看到你之后，你就已经输了。对。简单的就是这样说，根本不用打，你就是输了。你现在感觉上你已经绝对碾压了。对，我们看到今天不管SAM300、SAM400、红旗9兵的这个所有的防空系统，是在美军之下根本就像破铜烂铁一样。结果现在你还不满足。对，你现在刚刚讲，你现在的这个增加的预算面，从太空军，对，从整个网络，在整个 AI 上面，对，全面更新。所以我才说嘛，还没有打仗之前你就输了，这是他未来的想法。好，那我们就讲，那他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么疯狂的举动呢？我某一个程度来说，而且我认为说他也是要做给中国看的。哦，因为什么？我现在提出来这个预算啊，我都没有讲我要针对哪个国家，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要针对谁。然后呢，我要去这个川西会的时候，我就摆出这样一个姿态嘛，跟你讲嘛，对不对？我就是针对你啊，所以。他在川习会之前，对啊，我刚刚讲，我已经把伊朗给搞定了。对，我一手刚刚讲，而且你现在支援伊朗的，我要扣你50%的关税。是，另一方面我要大幅增加预算。对，我一方面增加预算，一方面又关税，然后我再去见习近平。所以我就讲，他现在要对付中国的起手式已经开始出来了嘛，对不对？好，那你要说那预算那怎么办呢？他要排减一些非国防的预算，把它减少，增加国防预算。那这样国防预算它增加在哪里呢？第一个。他就说了，某大国一直在这个做这个所谓下水饺。他说，我们要确保某个国家的舰队无法顺利跨出第一岛链。那讲谁？等于说，他说通篇所有的预算里面没有讲中国，对，可是字里行间都离不开中国。是，他居然讲某个国家的舰队没有办法顺利跨出第一岛链。对啊，所以你知道他讲谁很清楚嘛？对，他要投入658亿，他也要下水饺，战斗舰啊，包括说像潜舰啊、两栖舰、补给舰，全部都要扩张。扩张要做什么？真的当然是针对对标中国而来。再就是防止你所谓的你会发这个飞弹，所以它有一个Golden Dome的体系来说，它要在这个整个美国，甚至在北美，甚至未来可能涵盖日本，要建一个空中防御系统。对，那这里面来说，要确保飞弹不能打到这个地方啊。它的目标是什么？不止地面上有一些所谓防空飞弹、防空系统，我还有太空军，就你发射出来的时候，我要太空把你击毁。对，所以等于这个目前就是说，让你连打我的机会都没有，打我的可能性。本来讲说你的 Golden Dome 会不会就像这个所谓的这个以色列的穹顶一样，你在地面保护？是，他说不是，这个 Golden Dome 里面我们讲。以后的战争的第一发可能往太空打。对，我现在有了一个 Golden Dome 以后，你要去侵犯我任何的卫星，都在我的保护之下。没错，它这个感测系统不是只有地面上，它还有空中太空中的感测系统，把它串成一块，然后还有杀伤链，这样完成了。好，
那你看，这完全要防卫他们自己。再就是 F-47的这个飞机，还有 F-47第6代的战机，你已经有 F-22，你已经有 F-35，你这 F-35已经如入无人之地了。现在美国要发展 F-47。F-47来说，川普有人说，因为我是47任的总统，所以叫 F-47。好，那你知道他就说什么？这个文件就写向敌人传达清楚的讯息，然后预计首飞在2028年，然后部署的位置推测在关岛、日本、菲律宾。关岛、日本、菲律宾，请问他要对谁？对付中国，当然是对付中国。所以就是现在 F-47已经在整个打造当中了，而且这个47就是跟川普的任期有关。对，没错。所以呢，他都没有讲中国，但是通篇你都知道他在讲谁。好，另外一个，他还有说，因为要确保我们能够打的会不会打，要打了很久，能不能够撑的时候，他把很多关键的矿物、关键的药品都导入这个快速生产。对，就是说他现在也知道。经过乌克兰的战争，还有伊朗战争，他知道中国如果要打的话，可能给你打消耗战，所以他们要准备这些消耗品，要积极扩充的一个状况。而且我们刚刚讲的，现在有人在解读这份报告，他说现在川普我刚刚讲一口气从1兆变成1.5兆，一下增加了44%。他说不是我的军备扩充，以前嘛我就比 muscle， 我有谁的军舰多，谁的战舰多，谁的坦克多，没有。现在是他要彻底做一个结构的改换。对，没错。刚才讲呢，你现在的 F-47。就跟过去的 F-22、F-35那定钩机大家在 dogfight 没有了，已经不是这样的，它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未来美军的作战指挥系统。没错，这次在伊朗战争的 F-15E 那是第4代，还有 F-16，再紧接着第5代就是 F-22跟 F-35，但是第6代的话就是 F-47。宝杰，那 F-47是什么意思呢？过去我们知道说，这个在 F-16的时候都是单机嘛 ，dogfight， 对不对？对。然后 F-35，然后我们把它定位说，它就是一个指挥中心，这样的指挥中心，它可以跟其他的这个僚机互相的这个串联，它是个指挥平台。当然，它也可以单独进去给你踹门。对。但是呢，未来的 F-47不是这样，它是什么？它不是像它等于是说，它现在变成是它自己就是一个战争平台之外，它还可以带大量的中程僚机啊。那这些僚机就是无人机，它带无人机。对，也就是说，它事实上它可以带5架、10架等等的无人机。然后无人机有非常多的功能，可以探测，然后可以干扰，可以自杀攻击，所以本身它就是一个作战团队。所以 F-35刚刚讲，你已经是一个作战平台，是，可是你还是要自己飞到敌方，对，你还要自己做侦测，是，你还要做踹门的动作。现在如果你有了 F-47刚刚讲的，我旁边有5到10台，甚至更多的中程僚机，没错，我这个无人机就往前冲了。是，我现在。我的 F-17根本就在空中后面指挥而已。简单来说，它不是指挥而已，宝杰，它是一个舰队。它有很多可以攻击你的部分的无人机，可以攻击你，可以干扰你，可以跟你 dogfight 都可以啊。所以这是它未来就是一个超级大舰队，然后它是一个指挥中心，这样往前冲的过程嘛。所以我们之前讲过什么的这个什么女神的那个神武女神，对，女武神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僚机，对，已经形成了。对，所以它未来就是这样。那你要做到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宝杰，我跟你讲，那叫做系统。因为什么？因为你要一个系统平台。比如说我跟那些中程僚机沟通的时候，我还能够互相串联，然后我跟他发指令，比如说你要去探测，你要去干扰，然后我们都同整回来，然后再发给每一个讯息。这些里面都是很多讯息链、讯息串的互相串来串去。所以简单来说，它就是需要一个生态系，而且它需要什么？它需要大量的 AI 资料处理中心嘛。因为你这个一定是大量资料的互相串联啊，这就是这个部分啊。所以他说未来的战争不是人主导，对，而是 AI 主导。是的。那为什么 AI 主导？你就可以看到台积电对它的重要。对。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台积电一定要到亚利桑那。对。而且刚刚讲到美国国防部，对，它所需要的所有的晶片。都在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厂设。对，没错。所以我们来看下一章，就知道为什么呢？美国会在2000这个川普第一任的尾声，要这个台积电投资。其实他们本来就已经确定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你讲说啊，这一次1.5兆左右的预算来说，当然对传统的军工产业比较好，但是没有。宝杰，你知道他这一次投资的都是一些新形态的军工，譬如说像他投资非常多在 AI 领域里面，投资很多在半导体里面，都是这样子。你看哦，所以有人讲说这个投资是一个矽谷革命。对，譬如说你看哦，太空军主要采购什么？太空军是空军主要采购的是太空军。那包括说像这个很多经费来说话是采购经费，采购经费是什么？采购一些新形态的 AI 设备的训练。对，所以完全都是跟以前不一样的采购的方式。所以我虽然也增加很多的飞弹，对，可是现在这些飞弹的射控。这些飞弹的指挥、这飞弹的定位，对，都已经由 AI 来决定。对，尤其美军未来最重要的是它整个指挥平台的重新更新。这个是指挥平台。它现在要怎么做呢？第一层来说，就是在攻击你的地方，我要这个攻击大脑、自主攻击、协同作战。那这个部分来说，当然需要晶片。第二层来说，就是算力。
算力来说，你没有晶片就是没有算力嘛，所以你的晶片一定要越来越强大，在那个资料中心里面要这样。然后再来这种太空干扰、太空军的这个部分，军事版的 Starlink。然后第4层来说就是无人载具出去，所以你看他们的作战模式就是这样。未来美军的作战就是这个样子。当然啦，你在很多海军上面来说就是海军舰队；空军的话就是空军武力搭配这个无人机，所以他们整个作战的大略方针是这样。这里面所有东西呢，大部分都要用到晶片。因为之前英台司令部就讲了，你现在如果美国两岸发生战争，是会出现一个地域倾向，是，所以就看到现在在这个预算书里面，刚刚我透过了 F-47，我透过无人僚机，而且它要大量的增加无人机、无人舰，甚至连无人坦克都来了。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这美军的作战概念已经经由这一次的国防的这个国防预算来说，跟你看到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要进。他现在已经赢麻了，他现在赢得这么厉害了，他还要怎样？对，所以你要知道，事实上我们从这几次战争里面，你不是看到吗？事实上，伊朗或是这个委内瑞拉跟美国差距真的很大。你看了，譬如说，你看这个德黑兰面对到最后威胁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要煮人肉盾牌，还用这种原始的方式。你看美国上次我们记得非常清楚，在委内瑞拉那次的战斗里面，他不是说吗？很多委内瑞拉的军官就说了，他们用的武器对准我们发射之后，我们就整个人完全傻眼。对，那种定量的这个攻击的方式，他说完全都是被他这样就控制住了。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他们叫做混乱者。那好，混乱者什么东西不知道？那这次还有更神奇啦，美军的这个军官不是在300公里之外吗？美军居然能够找到他，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他们用了一个新的技术，叫做 Ghost Murmur 幽灵低语，可以找到他的这个心跳，然后就把他抓回来。所以你看，美军有太多的科技可以赢你。可是川普不满于此，他要投资1.5兆，你就知道说未来的美军到底会多可怕。宇轩，在这一次的伊朗战争里面，我们就看到美军直接的碾压，而且直接碾压里面有一个我就觉得非常恐怖，是因为你知道伊朗其实要做自我保护，他在做了很多的地底隧道，地底隧道就觉得你打不到了。结果美军就说他们真的打到了，而且本来以为说他那个打的过程里面，你知道这个钻地带的10公尺、20公尺到要打到60公尺，他说没有。现在最新的资料是，他们从哪里进去？从通风井进去。我已经跑捷运的，你知道任何的隧道一定要有竖井，一定要有通风口，否则你的隧道里面你以为就非常隐秘，没有，里面的人根本活不下去。然后讲了，可是你知道通风口都在隐秘地点。通风口的口都很小，如果你可以用炸弹直接打到了竖井，直接打通风口，你知道对我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因为伊朗其实也不是一个弱国哦，他们面对过去美国长期的轰炸以来，早就能发展出所谓的地底隧道，而且这不是我们讲50公尺100公尺，是300公尺深的地底隧道。结果没有想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美国玩的这个我们讲手术叫做达文西手术，对，你开3个洞可以把那个器官给换出来，就它是达文西轰炸。我直接呢用我们讲最精准打击的方式。灌到你的通风口，宝哥，你刚才讲通风口其实它还有一个更难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是300公尺深，底下蕴藏着最多它的核心弹药。对，但是美国抓到了一个弊病，是不是我们常常看到所谓的游击战？对，飞弹车来了，打了就跑。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飞弹车哪里来的？它其实在那个300公尺深里面，它有一个浅层的弹药区，就被美国掌握到。但你只要有浅层的弹药区，你就要有大型的通风口，否则你人没有办法在那运作。对，所以美军呢，先是锁定这些大型的通风口，连这个都抓到了。对，他又先锁定之后，他有情报，他有情资，然后干嘛呢？一般人有2种，一种是什么？3万磅的这种大型的轰炸，也就是钻最深的这种 GBU-57，跟美国不是用那个，美国是用浅的，也就是只能钻30公尺的。他干嘛？我小枚的，我戳，像那个针有没有？我戳，我慢慢把那个通道戳出来，因为上面会有土的岩土嘛，把那个岩土贯穿之后干嘛呢？我再去戳，所以像是用一根针在地表上一直扎下去，对，像刺青一样，哒，然后干嘛？打到通风口之后，他再让着那个钻地弹顺着那个通风口往下去。他的目的不是说我要一次把你毁灭，我要产生连锁效应。对，所以他今天当打到那个浅层弹药区，也就是有飞弹车、有人、有连接的地方的时候，宝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连环爆炸、内爆，因为它整个它是属于密闭空间，而且它的通风系统呢，从底到外是一模一样。所以你才看到画面，它的这个爆炸的威力会这么强。你想说一枚炸弹怎么可能形成这么大威力？搞了半天是你地底下是有个弹药库，这个弹药库没有抓到，而且我抓到你的通风口，我直接从通风口送进去。对，但是你不要以为说这听起来很简单，因为即便它是大型通风口，你要想想看哦，那个钻地弹的体积跟磅数可能都是2、3千磅。
也没有说那么小，所以代表说你可能要在我们讲2×2公尺，或者是3×3公尺这么小的范围内精准，然后连续连发一路打到那边，打到那边之后呢，来你刚才看到那画面了，那画面是在博拉兹山以及伊斯法罕，这分别是2个地方，都是他们藏地底弹药库的地方，但最可怕在哪里？炸不完。你会觉得很奇怪哦，宝哥，你知道这一炸多久吗？多久？8个小时，炸了8个小时。你说这个爆炸，对，蹦了8个钟头。对，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代表它是连锁效应，也就是说，我今天触发第一个 trigger， 爆炸之后产生内爆之后，你的弹药也开始爆炸。但你的弹药爆炸之后，它的地底我不是讲说蔓延300公尺吗？对，所以可能是前500公尺、前5公尺这边先开始炸，炸完之后呢，我再继续加嘛。所以它一路的延伸到内爆，整个它地底的它长之以往累积数十年的实力全爆了，应声炸裂。因为他讲说你很难想象，说我在下去的时候，我连它的动能跟它的热能都已经算进去了。那在底下爆炸以后，它的那个热会辐射出去，对，辐射出去以后，你个弹药就蹦了。所以那个像煮菜一样哦。我们今天如果大火这样去炸，对不对？它只会发现外面是熟的，里面是冰的。但你今天如果用小火，就像它这样子，等于说它连锁效应的状况下，你才有办法把它整个弹药库给全部清剿开来。但是你知道啊，这一次美国它真的是有备而来。我们讲说有包括林肯号在内的2艘航母，宝哥，你知道他们带的，比如说这个叫做 BLU-109，也是我刚才讲轻型的这种钻地弹，你知道他们带了几枚吗？几枚？数千枚。所以代表说，我来的时候，我不是想要用这种巨型的方式一次把你给歼灭掉，我本来就是要慢工出细活，我用这种方式一个一个逐步的把你捣破。所以你知道，刚刚我刚才讲到了，包括博拉兹山以及伊斯法罕这2个地点，他们距离是108000里哦，一个是在靠近波斯湾的区域，一个是在靠近内陆区域，但是异地同时，美军呢同时把这2个弹药给摧毁掉。所以你解释到后来说，哎呀，为什么说这个伊朗会愿意去签这种停战协定？我跟你讲，真的是没东西打。所以我再补充一点哦，你知道美军这一次打真的是我们讲了，虽然说他讲很好听，说只有10%，但是我看到那个数字我吓一跳。第一个，他们都没咪的，把那个喝了200万罐，你知道什么吗？咖啡，瑞布，好，提神饮料。那你知道咖啡多少吗？对啊，90万加仑，不是罐哦，跟油一样。我看到这个东西觉得恐怖在哪里，你知道吗？你知道后勤其实非常麻烦。我后勤这么大的，我光是要送弹药，我要送补给，我光是基本吃，我都已经够。跟你说，你还有余裕，你还有能力送 Red Bull， 你还有能力去送咖啡，你还有能力送这种饮料。你就知道美国军的后勤有多可怕。对，因为你不可能去当地便利商店买，你一定是说你用船运也好，货运也好，你长此以往，你有一个连通的这个补给链，而且这个补给链呢完全没有办法被破坏，也没有办法被掌握状况下，才有办法完成这支精准的任务。所以很多人现在在讨论说，到底伊朗还有没有这个一战的能力？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啦哈，伊朗呢或许还有一点战力保存，但那也是在美军笼趸之下。如果说真的要彻底把它歼灭的话，对美国来讲只是浪费不浪费钱的问题，而不是做不做到的问题。好，廷伟刚刚讲的，我今天为什么看到这个新闻觉得非常恐怖的原因是，你在委内瑞拉，你在伊朗的战争已经要，其实川普上任了以后，已经把这个军事预算拉高了，他已经成立了太空军跟网络部队哦，这2个部队在这一次战争里面都发挥极大的功能哦，而且刚刚讲的我是非常精准的打击，那已经跟其他的国家都已经不同世代了。就你又跟我一口气增加了这个所谓的44%，一下变成1.5兆，而且更妙的时间是什么？我弄完这个东西，我接下来要干嘛？我要跟习近平见面，然后我跟习近平见面前讲说，我要给我的敌人一个清楚的讯号。对，在川习会之前呢，做了2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谁提供伊朗的相关的武器的国家，我关税给你增加50%，然后另外来讲，我的国防预算在2027年年度来讲增加44%。开玩笑，这2个讯号对中国对习近平来讲的话，就错了大，你知道吗？你知道，因为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这个国家，他今天来讲，中共解放军的预算1年增加是7%的预算，但是问题是你面对一个庞大的美国，你增加44%，我要不要追？我追也不是，不追也不是。我追的话完蛋了，我中国整个经济垮了情况之下，我国防预算又要增加了，然后不追呢？以后跟不上怎么办？拉更大。对，然后而且还在讲哦，今天不是美国增加哦，现在是日本也要增加。现在不但日本增加，他要台湾也增加，也就是刚刚讲，我让某个国家的军舰不能出第一岛链，对，不能出第一岛链，不是只有我美国这个军力哦，而且我还把加上日本跟台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他现在的北约值得观察。他现在北约，如果我真的把北约的军力，或者把北约的部队，把一些预算再拉过来，我不是增加44%，我对付整个印太地区，对付第一岛链，那个增加的是倍数的，那不是增加44%，是，而且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也就是刚你有提到，
这不是在传统的军火工业当中去增加预算，对而是在先进的、在 AI 的、在高科技的。刚刚世聪有提到的，不管是 F-47或是其他的东西，我们黑科技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啦，川普是把整个美国当做一个地球保卫战在打，什么意思呢？他感觉好像要对付外星人一样啊。那好像外星人有一种黑科技要过来的时候，中国有这么我怎么办呢？可怕吗？所以对中国不是重点不是在中国，重点是川普一希望中国连动手都不敢动手，也就是说告诉中国说，你今天我让你怕到了，就彻底威吓。对，彻底威吓，也就是说就郑丽文跑去了，这就是符合川普所讲的嘛，以实力达到和平嘛，对，不是用躺平的方式达到和平嘛，所以这个就是川普的逻辑。那所以你看到以前戴维斯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戴维斯，他讲他要做到什么程度？他要做到说，习近平每天早上一起床，打开窗户说，哦，今天不适合作战，然后把窗户关掉，继续睡觉，继续睡觉，然后睡到习近平任期现在他的生命结束，这时候中国永远爬不起来的情况之下，这才是川普的目的。所以我觉得料敌从宽，这是川普的一个意识，而川普来基本上就把中国当作外星人来看待。你觉得这个真的是完全是对付中国来的吗？全部对付中国来，因为什么呢？你看到他的里面所提到的字眼当中提到的 near peer competitors， 他不讲中国，他是讲说所谓的竞争者，是什么竞争者？同才的邻近同才的竞争者，他讲这个。另外 contested waters， 他讲什么？争议水域，哪些争议水域啊？东海、南海这些不是争议水域吗？台湾海峡这些都是啊。然后另外讲说所谓的 maritime dominance， 就是所谓的海域主导。你看现在中国下水饺的目的在干嘛？想要控制海洋嘛，想要出第一岛链嘛。所以现在川普不仅是反扑啊，反倒是让中国缩在内陆不敢出来的情况之下，达到了这种所谓的威吓的效果，这才是川普真正的目的。所以你知道增加这个预算来讲的话，这是天价，这真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得上。如果中国要请全力跟上的话，不好意思，它就像前苏联一样瓦解掉了。那就根本就是雷根的星战计划。所以会在这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找郑丽文去，要波波啊！我现在如果跟你实打实的跟你硬干，我没办法。中国有一个地方是吧？我要在敌人的内部进行突破。刚刚讲美军现在已经增加军费了，现在日本也增加军费，现在台湾也要增加军费。我台湾不能让你增加军费。对，台湾如果增加军费，这个第一岛链的捆龙锁就锁起来了。我一定要让台湾有破口。所以今天更重要的是，不是郑丽文去哦。是郑丽文去了以后，国民党今天根本没有人敢去审国防预算。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明天郑丽文能不能见到习主席，就看今天的表现。对，就看今天的表现了。所以他如果选在这个时候叫你去，他是故意的。如果不是这样，其实说实在哦，你如果真的是迎接郑丽文，照理说你就直接第一天见郑丽文，然后之后再其他的行程嘛。没有，我就是要看你们国民党里面其他人表现。如果今天有胆敢任何一个国民党的人敢出席那个会议啊，拍谁哦？明天可能就没有会议哦。除了没有任何人出席那个会议之外，你知道吗？他们竟然丢出了一个决议，本来不是说3800加 N 吗？竟然那个决议里面连 N 都没有，3800而已，只剩3800了，还得退路所以呢，你知道透过这两手，这个是代表向习主席书成。对，所以今天经过这一次军售大家在那边讨论的告吹之后，我认为明天郑丽文见得到习主席了，因为今天表现得好啊！我叫你躺你不敢站，我叫你趴着你不敢躺着，所以你知道吗？乖，我就打赏。打赏就是明天我就见你习主席。但是你不觉得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把全台湾人2400万的这个安危变成是什么？变成是郑丽文见习主席的伴手礼我们就这样被送掉。把台湾的安全，把台湾的防卫，把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抵抗的这个能力，全部都当成你的这个所谓的进贡的这个产品。是，那我现在就要问，卢秀燕，你出来说话啊！你不是那天接受《自由时报》的专访，你讲什么？8000亿到1兆啊！而且他认为是合理的，还说还要赶快推，他还说连那个发家书不用等发家书，就赶快上，就是要赶快买，要买这是全台湾人77%的同意啊，给个了。结果你自己的卢妈三子啊，你这个不孝子啊，没有人听你的话，没有人到场。还有什么？他说个人的意见不能当成是全部人的意见。问题是，当时你卢妈，你不是说你的意见跟郑丽文不一样吗？怎么你现在的意见就不表达出来了，变成郑丽文的意见是国民党全体的意见？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人站在郑丽文后面嘛。台
语有句话叫“穷家雄，熊家无天良”。你今天本来你这羊群，你的国民党就是一群羊，你根本不敢去作乱。今天来了一个，刚刚讲这里是民进党出来的，他不算是，他不是狮子，可他是一只猎狗，是算真的。那你这么凶的人，我跟你讲了，国民党的没人敢去动他了。他现在在整个国民党里面根本就是横着走。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抖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